Honda Malaysia 在2025新春晚宴上透露，他们将会在未来3年推出3款 BEV 纯电动车。那大家知道，马来西亚的电动车市场自从政府宣布进口电动车免税以来，那一个销量是逐年上升。2023年卖了13000辆，在之前只是4位数，然后来到2024年呢，就卖到21000辆。那我们可以看这个趋势是一年比一年多。所以率先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 Honda 电动车就是这一台 Honda EN1。那我曾经在东京看过它，我在北京看过它，我也在欧洲看过它。它在不同市场有不同的身份。现在广汽本田它就叫做广汽本田极派1，这个名字非常的容易入脑，非常的容易记得。那这次我就受 Honda Malaysia 的邀请，来到 Bangkok， 开到 Pattaya， 再从 Pattaya 开回去 Bangkok， 来体验这个NEDC 500公里 WLTP 412公里的 Honda EN1。做影片开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也欢迎加入 YouTube 会员。Let's go！ 作为一个 B segment SUV，EN1 用了 68.8 kWh 的3元锂电池，有412公里 WLTP 续航，采用 Front Motor 单马达204 PS 310 Nm 0到 107.6 秒，极速160 km/h， 支援11 kW AC 和78 kW 的 DC。车尾造型方面 ，Honda EN1 跟 Honda HR-V 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 logo， 因为它用的是 Honda 的 logo type， 而不是 Honda 传统的 Hash logo。也因为 logo 没有在这边，所以它可以做这个贯穿式的 LED 车尾灯，从左到右一条划过这样子，不可以叫它 Honda HR-V 啊 ，OK？Honda 坚持这个是叫 Honda EN1。Honda EN1 的车身轴距是2607个 mm， 属于 B segment SUV 的尺寸，然后车身长度等等都跟 HR-V 只有5个 mm 的差距。那它跟 HR-V 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车身的重量跟离地间隙，因为底部是有一个电池，所以它的 minimum ground clearance 是比 HR-V 还要低，而且车身更加的重。那除此之外呢，它采用的是 Front Motor 前马达，只有单马达版本，它暂时我们没有看到 All-Wheel Drive 双马达版本后只是后马达的版本，因为为了要确保它的行李箱空间等等，所以这一台 Honda EN1 呢，它的轮胎尺寸一样是18寸的轮胎，开门的方式跟 HR-V 一样，这是我的身高，可以进来。头部空间这边是足够啦，因为地板还是比较正常啦，电动车都会高出来一点点啊。然后这边有一个扶手，2个杯架啊，2个冷气出风口，还有2个 USB Type C 的接口啊，可以看得出是至少不是 Type A 啦啊。然后这边也是一样有这个氛围灯，这个 headline 呢是浅色的 headline 呢啊。然后我觉得这个空间上就跟怎么讲，跟一般的 B segment SUV 差不多一样，然后椅子还可以。一样啦，可以这样子倾倒，然后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叫什么啊 Ultra Seat 啊，椅子可以掀上来的，没有，它这个我没有看到它那个椅子可以像 City Hatchback 这样子掀上来了，这个台子是没有。Honda Malaysia 的第一台电动车 Honda EN1 的内饰主要有2个重点，第一个就是 15.1 寸的萤幕， 10.25 寸的电子仪表板。那它虽然是一个超大的宽屏，可是你仔细看它的 layout， 它其实就是将 Honda 的悬浮式萤幕切成3块，最顶层的呢就是 Apple CarPlay 或者 Android Auto， 中间那一层呢就是基本的 Infotainment System， 你可以看这的电池啦、充电啦等等，然后最底部那一块呢，它就是这个冷气的面板啊，就给你调整温度啦、风扇大小等等，所以它是大大减少了实体按钮，这边只有3颗实体按钮。然后 10.25 寸的电子仪表板我们已经在 Civic EHEV 看过，不过这个是整个是正方形的 I mean 长方形的，因为它不再需要显示 RPM。 再来，我个人觉得 EN1 最大的重点，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它有 Blind Spot Information System， Honda 叫 BSI，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盲点侦测系统，而不是 Honda Lane Watch Camera。 它有退车镜头 Multi Angle View， 但它不是一个360的这个镜头这样子，所以整体上这个因为 Honda 标榜它是 Premium Electric SUV， 所以从中控台的蓝白缝线、Ambient Light 再到座椅的材质等等，它都比 HR-V 不管是 Turbo 的还是 Hybrid 的还要更加的高级，整个质感上面、用料上面会更加的用心。
Alright， 我们终于离开了 Bangkok 市中心，刚才等一个 traffic light 等了差不多40多分钟，现在我们就要从 Bangkok 前往 Pattaya，全程是164公里，所以我现在呢就是要分享我对于 Honda EN1 的 first impression， 因为马来西亚拿到的这个 Honda EN1 跟泰国的基本上都是非常的相似啦，因为据我所知是会从泰国进口到马来西亚。所以我们要先从哪里开始讲？我们先从基本的它的这个续航里程，它是 68.8 kWh 的3元锂电池。刚才我上车的时候，系统显示 99% 的 battery 可以行驶420公里，也就是跟它的 WLTP 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它采用大马达，它是一个 front motor 前置电动马达，它有204个 PS 跟310 Nm， 0到100是 7.6秒。所以如果我们拿它来跟 HRV 1.5 Turbo 和 HRV 1.5 Hybrid 相比较，它是 among them 它是里面最快的。HRV 1.5 Turbo 的呢，它是大概8点多秒，然后 Hybrid 的是10点多秒。然后但是呢，如果你买 1.5 Turbo 的 HRV 极速是200 km/h， 然后 Hybrid 的话就是170 km/h。这个 Honda EN1 它在 High Speed 它的 Top Speed 里面是160 km/h， 所以如果你是经常在 Highway 你需要跑超过160的，那你可能汽油车或者 Hybrid 车比较适合你。那电动车本来它开始 design 的目的就不是给你来跑 Highway， 至少 Highway 并不是电动车一个最强的地方，因为你没有办法在 Highway 用 Regen。那讲到这个 Regen Honda EN1 就跟其他的 Honda Hybrid 车型一样，它给你 Pedal Shift 车，但它这个不是换挡，它没有传统的 Gearbox， 它这个是 Deceleration Pedal， 你可以去透过这个 Pedal 去选择增加或者减少那个 Regen。所谓的 Regen 就是逆流当你在游泳池那边游泳的时候，你在海浪上面游泳的时候，如果你不游，那个浪就会把你往后推这样子，所以你越强的 Regen就代表在你不动的时候，那个浪会越来越强这样子。但我们讲到电动车一般会强调的 One Pedal Mode 或者 E Pedal， 我这边没有看到 B Mode， 然后系统里面我也找不到，所以可能这个不是 Honda EN1 要强调的地方。再来，我们说的电动车一般上都会比汽油车多重，它是1662公斤起，然后 HRV Turbo、HRV Hybrid 都在1400多公斤左右，所以1662就比他们重了200多公斤，我觉得倒还好啦，因为你不要忘记它有310 Nm 的这个 Instant Torque 瞬间扭力，所以当你在直线加速，坦白说我并不会感觉到它有这么重啦。我们现在去到 Normal Mode。有些电动车你是完全听不到声音，有些电动车它会提供一些 fake sound， 所谓的叫什么合成的声音 artificial sound。你会听到一个宇宙飞船、太空船起飞的声音，就这样子，是很传统的电动车会提供给你的这种声音，至少你知道自己在加速。就跟一般的 Honda 车型一样，它提供 Econ、Normal 跟 Sport。那从我刚才在曼谷市中心来到 Highway， 我觉得最适合它的驾驶模式是 Econ Mode， 因为 even 是 Normal Mode 加速 even 是 Normal 我都觉得对于应付曼谷的交通，对于应付 Traffic 是绰绰有余了的。而且你在 Econ Mode 你不会觉得车子没有力，你看我现在在 Econ Mode 加速，它 even 是在 Econ Mode 它能够吊打那种小 CC 的汽油引擎，我觉得这个就是电动车带给你的一个好处。Right， 当然我们都知道它这个 Honda EN1 是基于 Honda 的 EN Architecture F 的平台打造。那 Honda 是拒绝把它跟 HRV link 在一起啦，因为对 Honda 来讲，这是一个为电动车设计的平台，一个前置马达的电动车加速。那从刚才出多到现在呢，我觉得它的隔音，它的 NVH 表现的确是好过 1.5 Turbo 或者 1.5 NA 的 HRV。电动车一般上它的隔音材质都会要比汽油车做得更加足，做得更加的满，因为退潮之后才知道谁在裸泳。OK， 我们现在去 Sport Mode。OK，Reset 3、2、1 Go。OK， 我想起我第一次试驾这个 Hyundai Kona 的时候
差不多啦。我印象中 Kona 也是300多牛车米的 front motor， 所以你看 front motor 啊，你看哦，可能它才200多匹，300多牛车米的，可是你真的如果路面很滑，你一踩它真的会 wheel spin 的，你懂吗？这个是很典型 front motor 的电动车会提供给你的一种驾驶体验。那这个 Honda EN1 啊，因为它在中国有2个，一个叫 ENS1 还是 ENP1， 然后在欧洲又叫 ENY1， 所以每次我要念它名字的时候，我要停顿一下，我要想它是哪一个 brand， 它是哪一个车名。所以其实这个 Honda EN1 啊，它相比较别的电动车品牌不同的是，我觉得对于 Honda Malaysia 来讲，在未来的5年肯定还是会主打 e:HEV Hybrid。那 BEV 车型、纯电车型对 Honda Malaysia 来讲，它是一个转型的过程，它是一个转型的产品，它不会成为它主流贡献销量的一个 product， 所以在定位上跟其他牌子会有不同。那据我所知，这个 Honda EN1 是 Honda 集团第2款自己做的电动车。第1款就是 Honda E， 因为 Honda E 是针对 European Market 欧洲市场，所以我们没有机会碰到那台车子。那这个是 Honda 的第1款主流销售的这个电动车。哇，我现在刚好左边一台 HRV RS， 马上能够看到那个分别。这是我第1次试驾 Honda 的电动车，然后这是我试驾的第4台日本品牌的电动车。那我第1次试驾的电动车就是 Nissan Leaf back in Victo 非常多年，然后第2台应该是 Mazda 的 MX-30， 第3台是 Lexus RZ， 第4台就是 Honda EN1。So 相比较其他的品牌来讲，日本品牌当他们在打造电动车的时候，他们展现自己的 uniqueness， 而不是跟其他品牌单纯的去比价钱，fight 价钱 fight spec， 你知道吗？你12寸，我13寸，你14寸，我15寸。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一块荧幕看到 Honda 的确有在，因为它是电动车，所以必须要去给荧幕比较大一点，电子仪表板，然后加一些设备去让它看起来比较有竞争力，比较 competitive。但是我觉得这个 Honda EN1 啊，它更多时候它提供的是一种品牌的连结，因为我相信它针对的顾客，我觉得如果你现在你只有一笔预算，我不确定它卖多少钱，我先讲，我就背说Nissan Leaf卖168,000，以前 MX-30 一开始卖的时候卖199,000，然后 Kia Niro EV 也大概是卖200多千这样子，大概这样子的价钱啦。所以我就以 68.8 kWh battery 的电动车，我觉得它可能会卖至少160,000，我猜测啦。背上我试驾它的东西，背上我对 Honda Malaysia 的了解，你说动力你完全不用担心，我觉得这个是绝对够你用。你不要跟我讲在 highway 走200那种啦，那个你去买别的 Honda 车型可能做得到。那 range 的话，你看我们现在在 Bangkok， 我们去巴达雅164公里，巴达雅再回来 Bangkok， 我觉得这不是太难的问题啦。你把它当成是一个 city car 来 drive， 把它当成是一个城市型的电动车来驾，我觉得这不会带给你太大的 range anxiety。越大的电池就代表车子越重，那车子越重的话，你的轮胎尺寸也相对要更加的大，你的轮胎损耗，车子的价钱，battery 的成本等等都会跟着的往上调。然后很多时候有一些电动车为了把自己的续航里程加大，电池就加大，轮胎就加大，车子就加重，结果导致什么？导致晕车，导致 motion sickness。那我觉得 Honda 很刻意的要保持这一点，让它不要太过重。毕竟你还是要知道 Honda 他们一向来都是主打自己的底盘调教、自己的操控表现等等，而不是过于的一味的去追求说哇我要跑比别人远，我要去 fight 那些 figure 这样子。我现在在 highway 走着110。OK， 我们来听看一下啊。我觉得在一个非常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我现在从90开始加速。那从我上车到现在我的官方的不可以讲油耗，我的这个 average consumption 是1个 kWh 可以走6公里，也许比我想象中，我觉得6算是中等啦。大部分的电动车都能够给到这样子，好的电动车可以做到1个 kWh 7公里，那比较没有这么好的大概是4到6公里，所以我觉得这边显示6算是不错了的啦。
开着，我们开到了Suvarnabhumi机场附近，然后就开始塞车，一直塞在这边，然后就还可以走30-40这样啦。但是你知道吗？每一次来到泰国试车啊，这是我这几年来第4次在泰国试车。上一次是在清迈试驾 Honda CR-V， 在前一次应该是也是 Bangkok Pattaya 试驾 Honda WR-V。在之前我在 Krabi Phuket 试驾 Honda HR-V， 然后再到现在我们在这个 Bangkok Pattaya Chonburi。所以在泰国试车就是怎么讲，它跟 Malaysia 很 close 啊，因为首先是车子的 spec 规格都不会差太远。那泰国跟 Malaysia 最大的差别就是 road condition， 因为有很多地方它都是 concrete road， 洋灰路、水泥路啦。所以我刚才开到现在，我觉得这个 Honda EN1 啊，如果你要拿它们来跟 Honda Malaysia 自家的 line up 里面来讲，它是如果拿来跟 HR-V NA、HR-V Turbo、HR-V Hybrid 跟这个 EN1 哈，它是里面最有力，同时也是最安静的。那这个就是电动车一个很好的价值，就是说你车子有力，同时你又更加的低调，更加的安静。而且在塞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车子的 regen 算是做到相当的 soft， 你可以把它弄到好像油车这样子来驾啦，不会像很多电动车，你知道吧，会 choke 这样子。像我们去到最强的 regen。OK， 我现在加速，我松开，还是要点一点 brake， 所以它那个还是保留了一个相当大的 gap。你会每一下你都会察觉到这个电动马达的声音啊，这个所谓电机的声音是稍微会比较大声一点，不管你在低速、你在中速、你在高速。那接下来2-3天我们都会在 Pattaya which is very good 啦，因为如果你在曼谷，你来泰国试车，你在曼谷试车，基本上你不是在试那个车子，你是在试自己有多少时间可以拿来塞车，你在试那个 traffic 啦。OK， 又停下来呀。OK， 我们就边开边走到Pattaya，我们再继续 ，Let's go。Sorry。